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死亡证明书是谁要开立。有些单位可以开死亡证明，但是不是所有在医院死亡的人都可以开立死亡证明。其实这句话有一些语病。在医院因病死亡，当然医院可以开立死亡证明书。但是如果今天病患在医院不是因为因病死亡，医院是无法开立死亡证明书的。有些人听到这句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傻眼。医院跟生病不是有关系吗？什么？为什么不是因为生病造成死亡？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。其实在医院的急诊室里面，有很多人进到急诊室不是因为疾病进来的。怎么说呢？如果大家骑车的时候，一定会发现有车祸发生的状况。当发生车祸受了伤，通常报警之后，如果你有跟110说有人受伤，通常就会有救护车到现场，把受伤的人送到医疗场所进行就医。而这个行为就不一定是疾病，而是一个意外事件。所以说，如果今天一个车祸造成一个路人的死亡，到院前死亡，这个在医院的术语上叫做 OHCA。OHCA 的病人到医院前就死亡了，所以他不是在医疗场所过世，因此医院是无法开立死亡证明。如果 OHCA 之后是被救回来，上转 ICU， 但是还是伤势过重而离开，这个部分也是没有办法开立死亡证明的。那遇到这样的状况，死亡证明要怎样才能处理呢？这个部分在医院会报警，派出所、侦查队、刑事警察、鉴识人员，大量的人员会来到医院工作，在报请检察官、书记官、法医进行司法相验，最后开立死亡证明书。不是因病死亡，医院是无法开立死亡证明书的。另外，在医院有一些状况，医院的病人在家过世，仍然会开立死亡证明书的部分。这个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状况。第一个状况是临终病人返家。临终返家是一种形式上留一口气回家。留一口气回家只是要符合台湾习俗上面希望病人可以在家里断气，但是医疗的现实环境上是很难做到这一点，因为无法预测病人什么时候会离开。医院到家里的车程距离有多远？会不会在半路上就走了？或是回家1-2天，病人还没有走？为了避免病人在家里经过漫长的过程，通常医院会告诉家属采用形式上留一口气回家。病人其实是在医院断了气过世了，带着形式上的氧气回到家里，再把氧气面罩拿下来，这个时间作为病人过世的时间，达到留一口气回家的心愿。另外一种是在家里死亡的病人，最常见的情况下，安宁居家的病人如果在家过世，这个状况通常医院会协助安宁的病人开立死亡证明书。除了上述的状况之外，我们在医院也常接到民众的电话询问，家人在家里过世，
要如何处理？通常病人如果有什么慢性疾病，我们会建议他家人可以到医院申请病历的一个摘要，作为卫生所行政相验的佐证。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可洽地方卫生所询问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